你手头有几个 TB 的原始文本，正准备给大模型做预训练，结果光是跑分词清洗，这一步服务器就得吭哧吭哧跑上好几个小时。这种等待在目前的开发流程里几乎成了理所当然的常态。但如果有人告诉你，同样规模的数据，现在只要几分钟就能全部洗完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不可能？在2026年，数据处理的效率瓶颈其实远没有到物理极限。这就是斯坦福大学博士生 Marcel Ray 刚刚开源的 BPE 分词库，叫 GigaToken。这个项目采用开源 MIT 协议，核心代码有 66.2% 是用 Rust 写的，剩下的 33.3% 则是 Python 包装。它的唯一目标非常纯粹，就是要把大模型语料处理的吞吐量用硬件级优化直接顶到极限。它在144核的 ePYC 服务器上处理 GPT-2 语料的峰值速度达到了惊人的 24.53 GBC，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跟同行对比一下就清楚了。在同样的144核 ePYC 系统上， GigaToken 的处理速度比 Hugging Face 官方分词器快了整整989倍，比 OpenAI 那个以性能著称的 TikToken 还要快上681倍。过去被大家当成行业标杆的工具，在极致的底层硬件榨取面前，瞬间拉开了几个数量级的差距。而且它不挑设备，哪怕在日常的开发机器上，表现也同样彪悍。在苹果的 M4 Max 芯片上，它的处理速度能跑到 8.79 GBC。换到 AMD 的消费级神车 Ryzen 7 9800X3D 上，它也能稳定输出 6.27 GBC 的超高吞吐。这就意味着你不需要动用昂贵的服务器集群，单台工作站就能轻松吃下海量的数据预处理工作。这跟 TikToken 区别在哪儿？大家用的不都是 BPE 算法吗？其实经典的分词流程一般分两步，第一步是把文本拆成基础碎片的预分词，第二步才是把碎片不断合并的 BPE 核心逻辑。以前大家拼命去优化 BPE 字符合并的查找数，以为那是性能死角，但 GigaToken 却发现大家都忽略了第一步预分词这个隐形杀手。传统的做法非常简单粗暴，就是直接把预分词工作丢给通用的正则表达式引擎去跑，比如 Rust 的 regex 库或者 Python 的蕊模块。通用引擎为了兼顾各种复杂的正则语法，内部有大量的分支跳转和动态开销。而 GigaToken 彻底抛弃了通用正则引擎，针对特定的分词规则手写了一个无分支的状态机。光是这一步去正则化的改造，就让速度直接飙升了8倍。为了把性能榨干到最后一个字节，它还引入了 SWML 机制，也就是在寄存器层面实现无分支的向量化操作，从而彻底避开 CPU 的分支预测失败风险。紧接着，它又设计了双游标指令级并行，也就是在一个执行循环里同时推进2个读取指针，打破了前后字符之间的串行依赖链。这2套组合拳打下来，单线程的预分词极限性能直接被推到了1049 MIBSS。此时的 CPU 几乎是在以纯粹的流水线方式满负荷的进行流式计算。不过，这种极限的底层微调过程就像在刀尖上跳舞，稍微不注意就会翻车。作者 Marcel 透露，他在开发时想做一次冷热代码拆分，在处理 ASCII 和 Unicode 的循环分支里加上了 Rust 的 code 和 inline、never 属性，试图引导编译器做最优化排布。结果 LLVM 编译器不领情，直接把优化给搞砸了。单线程速度从接近上限瞬间暴跌到580 MIBSS， 最后他只能乖乖回退代码。这也说明了硬件级优化对手感的要求有多苛刻，兼容模式为什么慢这么多？这也是很多人上手后会问的问题。如果你直接在 Rust 里调用原生 API， 确实能拿到接近1000倍的恐怖提升，但要是通过 Python 的兼容模式来跑，速度加成就会缩水到200到300倍。这并不是 Rust 的部分变慢了，而是因为你每次调用 Python 都要在内存里频繁创建列表，进行字符串的转码和跨语言传递，这笔高昂的跨界税是无法避免的。好在 GigaToken 在生态兼容性上做得很扎实，目前已经支持了23种主流的分词家族。它支持哪些模型权重？可以说是全线覆盖，包括 Llama 3和 Llama 4。
DeepSeek 的 R1、V3 以及最新的 V4，还有通义、千问、质谱、GLM 以及 Kimi K2 等等。不管你是在跑哪家模型的微调或推理预处理，基本都能直接套用它的底层优化。那么在实际的研发工作中，应该怎么做选型呢？如果你要处理的是万亿 token 级别的离线预训练语料，别犹豫，直接用原生 Rust 的 API 把这套库集成到你的数据流水线里，能帮你省下大笔的算力费和时间。如果你只是想给现有的 Hugging Face 流程提速，且不想大改代码，那就用它的兼容模式。虽然拿不到1000倍提升，但200-300倍的加速也足够让你的体验发生质变。不过，要是你的业务需要经常变动、极其复杂的自定义正则规则，那这种手写状态机的方案反而会成为累赘，建议先维持现状。这个 token 的出现，其实给大模型行业提了个醒。你过去总觉得 AI 的核心是算法，但当数据量大到一定量级时，底层的硬件开销和工程细节才是真正的胜负手。传统的软件工程经验和对硬件的直觉，在 AI 时代不但没有贬值，反而成了最稀缺的杠杆。谁能把 CPU 流水线多压榨出几个周期，谁就能在万亿级的数据战场上比对手跑得更快，成本更低。这就是属于底层工程师的硬核浪漫。